住进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因为住进来之后有发现它进台北市其实比想象中的快很多。我自己在选从化区住的时候，如果你的从化区是紧邻旧市区的那个，在生活机能上其实帮助会很大。桃园从化区这边当然是蛮多的新房子的，现在市况就相对是比较冷，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追高价。所以我们当时买这一间的时候，屋主原来是卖接近4000，然后在市况冷的情况下，又过了3个月，屋主又有回来找我们。那你那时候出价，该不会还给人家更低了吧？因为我就跟他说，因为当时23年的时候，确实科技业的景气不是很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老婆是科技业的啊。欢迎回到安娜预防术。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 Vivian 还有她老公 Alex 的家，两个主人也都非常的年轻，完全呈现一个人生胜利组的氛围。那我想大家应该会蛮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就对买房啊、置产这么有想法，而且在装潢设计上面有一套自己的心法。那我们今天就请他们来分享一下哦，欢迎你们。好，那就问一下 Alex， 这个房子应该不会是你们第一间房？其实我们在婚前，我们各自都有自住的房子。我自己是在大概5年前在台北市有买一个套房，然后是 for 自己住的。然后 Vivian 也是在桃园中路那边也有买一个2房的自己住这样子。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30出头岁甚至不到，像 Vivian 的话年纪应该更小，20几岁，怎么就会想说我想要置产，我想要买房子，有一个自己的家？其实我是当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本身我也住桃园中立，然后基本上因为工作选择大部分是以台北市才会有我的工作，还是得在台北租房子，就心里就很过不去，就是觉得说租房子很贵，那还不如就是对买房当存钱。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但是还是要在台北可以买房当存钱，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 Vivian 就比较实际，Vivian 是在中路，对不对？我这样算一下，其实那个时间刚好是中路刚要起来的时候。方便问一下，那时候你买单坪价格？我单坪大概是30万，现在中路开价都50，开价到50万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会看到中路那边？因为我们家其实离中路也算蛮近，然后我就觉得说中路是我当时候比较看好的一个从化区，然后我想说，那离爸妈家很近，也是很常可以回家陪爸妈，然后也是跟 Alex 的想法也有点像，就是想说买房当存钱。好，然后2个认识之后呢，就开始规划说要一起买房吗？还是这个整个过程怎么样？到今天这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在新庄这边。其实讲真的，台北这几年房市都很好，然后大家的涨幅都很高，可是相对的台北真的是没有跟上的，所以以比例上来讲，台北这个后来出掉之后，相对其中路啊什么的，它的涨幅确实我觉得是比较吃亏一些这样子。所以现在2间都不在手上了，中路的这一间还在，然后台北的有出场掉。哦，就是卖掉啊！你想被骂，真的想被骂，对不对？好，那大概知道他们在婚前的时候都各自有个别置产了。那后来就是结婚之后嘛，就买了这间房子，还是在结婚之前？我们是在结婚前买的，但是当时就是因为已经确定要结婚，所以就是买这间就是当婚房用。这个房子其实我看一下屋龄，这个房子也有10年了，绝对不是预售，也不是新成屋。从台北市精华地段，然后 Vivian 在桃园市区，怎么会看到新庄这边来？我们在看新成屋的时候，有发现近年来3房到4房的案子越来越小，那其实没有那么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就反而是往可能差不多10年到15年左右屋龄的中古屋来看。那个时候建商推的产品可能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为什么会选在新庄？其实我当时是觉得说，因为我当时台北市上班，在内湖，因为台北市大坪数我肯定买不起，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既然要往外走，不管我是在新庄、中和、永和，我要进内湖上班，其实都要塞很久。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个第1圈啊，他觉得他的守备范围不到，然后也塞很久，不差那多塞个5分钟、10分钟，所以干脆到第2圈的新庄。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自己就住新庄。其实头前区这边在以新庄从化区来讲，算是发展的蛮成熟的了。那方便问一下，你这边买的价格吗？我们当时买是3100左右，当时是在房市稍微比较冷，差不多2022年的年底，然后2023年年初啊，那个时候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中介会比较积极，屋主的心态可能卖了一阵子都没有卖掉，心态也相对会比较软化一点。我觉得就是多找中介问，跟中介聊，然后多在各个区域有自己比较熟识或信任的中介，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就会比较容易第一时间会通知你符合你需求的物件。那同时我也有跟中介讲说，现在市况就
相对是比较冷，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追高价。所以我们当时买这一间的时候，屋主原来是卖接近4000，然后我们在12月的时候出了一个3250。我们当时出360之后，他就没有要跟我们继续谈下去的意思。然后在市况冷的情况下，又过了3个月，屋主又有回来找我们。那你那时候出价，该不会还跟人家更低了吧？因为我就跟他说，因为当时23年的时候，确实科技业的景气不是很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老婆是科技业的啊，所以我就用这个理由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受影响很深。当时的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已经负担不起了。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他们的故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请 Vivian 还有 Alex 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房子。好，那我们现在呢在客厅这边，然后我们请 Vivian 介绍一下当时这边的设计的一些巧思，还有你比较重视的地方。因为我们想要就是现代风，可是不要就是太过方正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天花板这边就是有一些圆弧出来，让它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然后因为为了配合卧榻设计，所以我们去找了这种就是比较斜的沙发，比较去符合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卧榻的那种调调。然后同时就是开门45度角这边也可以放一个招财的小财位这样。我刚刚一推进他们家门，我说果然是要招财猫才行。他们家超级多只招财猫。我想要特别问一下，因为你们做了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很少会有的选择，就是你们的电视墙。对，这也是那时候装潢的时候我就是特别要求，就是电视墙一定要是石材。对，但那时候本来是这个墙本来是有包给设计师一起做，可是因为他那时候选的颜色我们不是很喜欢，就是有点偏暗了。对，然后加上价格我们觉得可能有点不透明，所以我们就自己去巴黎那边很多石材厂，然后我们就去某一间蛮大街的石材厂，然后就看我们喜欢的花色，所以我们就自己买，然后再请设计师。那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整个家给设计师的费用，就装潢费，你是怎么切的呢？你预算怎么抓？因为其实我刚刚在访问之前，我就先绕过一圈了，然后以他们家的大小，室内有36坪，然后他们用的材料啊，还有他们要的造型等等，我估的话，我觉得这边应该要有个快400万至少，对吗？单纯给设计师大概200，才200而已。不是我高估啊！我们刚刚那个摄影师也讲说，这边看起来很豪华当时候也是有在抓预算，所以我们像一些大项，譬如说冷气啊，然后还有厕所跟厨房的设备，我们都更换过，我们也是单独拉出来。所以就是比较大项这种，就是我们自己找配合厂商去做，然后也可以就是省掉一些设计师他可能中间的一些管理费这样子。好，那我想问一个，因为其实我刚刚比较不懂的是卧榻啦，卧榻到底谁要用啊？其实卧榻还蛮好用的，因为像我们这个客厅的空间还蛮大，但是沙发就这一张，基本上坐3、4个人很紧绷了。对。那朋友来的时候，其实朋友坐这边啦，朋友坐这边啦。对。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下一个房间，走。好，那现在我们在它的第一间房间，其实它算是加1房啦。这间是你们的书房，然后工作的地方在这边。当初的格局就是这样子吗？当初其实它这个是一个轻隔间还是水泥墙隔起来的房间，可是因为这个房子它当初是4房，那我们考量到就是有客房、主卧跟未来的小孩房都有了之后，其实还蛮多时候会在这边居家工作，同时也想说，这边变成是玻璃，就是隔起来的话，可能视觉效果会再更放大一点。其实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格局做法啦，就是把这个沙发后面做一个工作区的感觉。你们当初这一间打掉的时候花的钱多吗？花的钱我觉得还好没有想象中的多，跟2、3万这样子。就它本来大小其实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样。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客房，它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还大一点点。那一间客房它是可以放双人床。好，那我们待会去往下一个房间看。好，那我们就出发。那我们现在到他们一间，我觉得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间就是他们的猫房。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走进来呢，完全就是猫的空间。我都说他们家的猫跟我们家的猫一样幸福，因为我们家的猫有自己的专属空间，你看有猫砂机啊，然后自动喂食器啊。但是我注意到他们这间就没有特别在做什么装潢。这间有其他用途吗？这间是打算说之后未来有小朋友的话，就要改成小孩房。所以最后就是那个你的工作空间要跟猫一起用就对了。对。那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有另外一间客房，就是他们那间客房的墙壁颜色，我记得就不是这样子。我是选那个大眼睛普顿，因为他想要让他们的客人有这种感觉吗？住起来感觉好像在住饭店。如果我朋友家是这样的客房，我会说，我可不可以来你家住1晚，喝完酒再来住1晚？不要瞎掰好吗？
好，那现在我们就在他们的主卧室里。我觉得他们的主卧室非常精致生活的感觉，因为走进来的时候，他们的玄关呢就做成一个开放式更衣间的感觉，非常的有层次啦，就是有那种一进二进的感觉，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二进，这是到他们的睡觉的空间。然后可以请 Vivian 讲一下，就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样设计？因为其实我注意到里面有很多小小的巧思。那时候设计师问我们说，就是那个空间，你们有没有打算要做隔起来，直接变一个更衣间？可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其实以一个女生来说，我对更衣间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就不要浪费空间，就是让它就是整个都是开阔的房间的感觉。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有注意到你们的主墙非常漂亮，因为他们主墙颜色其实蛮特别，是我说不上哪一种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追求是一个莫兰迪的那种色调的感觉，然后都一样的绿而已。它是特殊漆，在还没有请设计师报价之前，我们希望说我们家可以很多地方都有特殊漆，结果报价之后才发现特殊漆的价格是一般漆的很多倍，所以就想说删减之后觉得那主卧这一面墙可以漆特殊漆，可是其实漆完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没有很喜欢，因为其实特殊漆还蛮吃那个师傅自己的美感的。它漆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跟一般漆没有差很多，但它花了很多钱，所以我觉得如果重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比较不会这样选择。这个社区呢，我觉得从外观看其实真的很漂亮，虽然已经10年了嘛，但因为我家也是10年，我刚刚才在外面讲说，一样是10年，他们家的这个社区的外观啊，看不出来是10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厨房跟他们的餐厅。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他们的餐厅这边，想要请 Vivian 分享一下，因为听说这个餐桌也是你特别挑过，对不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电视墙去巴黎那边看，然后就想说餐厅的大小可以放到大概180公分长的餐桌，然后可以坐6个人。我们又想要是天然食材，又要这个大小，然后我们到家具店看，可能都要10到12万左右。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看那个，它有一些特价的石板，它可能就是有部分有一些缺角，可是因为本来餐桌就不像墙面需要这么大的电视墙，所以我可以把缺角地方裁掉，所以我就这一片食材我才买大概2万2，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一个餐桌，然后再找师傅去帮他抛光啊、美容。然后桌角的话是去找一些家具店，它就会有一些复刻的桌角，大概2万左右，所以整个桌子这样做下来才4万多块而已。假设你手边有一点点预算，想要做到食材，但是又没有拿到这么高的预算，是真的可以自己去那种食材行。就像这块的话，他们会讲比较像缺角料的感觉，不是那么多人的家都这么大啦。你可能真的想要标准6人的话，根本不需要拉到那么大，可能预算还可以再降低一点点。好，然后旁边就是他们的厨房嘛。我进到他们厨房的时候，我就很失礼问一句说：“Vivian 是自己在煮饭的吗？”因为他们厨房很大，我本来以为他们就会浪费空间，但 Vivian 好像是自己有在煮饭。对，我蛮喜欢煮饭的。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都蛮多喜欢那种开放式厨房，但是你们没有这么选的原因是什么？常煮饭的话，那个油烟可能还是会粘在家具上什么的，所以我们还是以就是这种独立厨房为优先考量。好，那我刚刚问了一下，就是 Vivian 跟 Alex 在这边住了快1年，对不对？这期间你们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当时设计真的是太聪明了，或者是有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做更好的？可以做更好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有3只猫，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就是可以多一些空间让猫可以去玩然后休息，所以我们就在餐厅的这个储物洞下面就是挖了2个猫洞，然后里面也铺一些软垫，想说他们可以躲进去睡觉或干嘛，因为想说猫喜欢那种隐藏的空间，结果他们就完全不赏脸，就是根本就不进去，然后铺软垫他们也不想进去。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下次如果你要挑的话，可能不管在家具上面或电器上面，你会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后来住进来之后有发现说，黑色 SPC 的地板非常的显脏，有养猫加很多猫毛，它其实肉眼一看就会看得出来，地上很多猫毛，然后水渍，所以变成是每个礼拜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清了黑色这一块，然后反而是木质调的 SPC 就看不太出来。住进来之后有没有觉得，例如说在上新庄这边有特别的感想，或者说生活圈或者是社区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上新庄这边住进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因为住进来之后有发现它进台北市其实比想象中的快很多。我自己在选从化区住的时候，如果你的从化区是紧邻旧市区的那个，在生活机能上其实帮助会很大。头前从化区这边当然是蛮多的新房子的，不过他们家就我刚刚有提到嘛，他们外观我真的觉得蛮有质感的。然后进来整个社区呢，包含他们的从物业管理上面到整个环境维护，我觉得都是有在用心的。你自己要自住比较久的话，我真的觉得有预算的话，大家当然都可以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